新蝙蝠侠就像一杯茶，只有细细的品，反复的尝，才能享受到其中的滋味。但茶终究是饮品，食于欲清。有人喜欢奶茶，因为它清凉好喝，含糖量极高，令人分泌多巴胺，心情愉悦。也有人喜欢绿茶，日照雪清，苦中带甜，即便饮下很久，也能回味无穷。一部黑暗抑郁让人疲惫的电影，注定会产生文化体验的分歧。没人愿意花3个小时去看一部比上班还累的电影，出去玩是打发时间的，享受视觉冲击、精神刺激的过程。到家往床上一躺，大脑甚至都不去回忆剧情，这才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消遣选择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爆米花电影。爆米花电影本身的娱乐性并没有错，它能让小年轻坐在一起增进感情，也能让劳累一周的成年人享受嘈杂中的安静。但新蝙蝠侠是一部反向作品，10年时间重登荧幕，却发现时代已经无法容纳它了。可能因为电影本身不用佩戴 3D 眼镜，所以很多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镜，生生不已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终结，一切都是轮回的道理，文化也是一种循环，所以现代中才会有复古。让我们简单过一遍剧情吧。哥谭市应该没人不熟悉了。常言道，哥谭犯罪甲天下，作者给他的设定就是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，但恐怕没有之一。在西方，常常会有人提到深层政府，和平使者中也曾说起过这所谓的阴谋论。大致意思是非民选的组织秘密控制着整个国家。哥谭市的政治基础文化便是如此，市长、警察、法官等等，他们都在为更有势力的人效力。这一年迎来了市长大选，现任市长小唐·米切尔与草根候选人贝拉·雷亚尔进行了选举前的最后一轮辩论。小唐才在不久前组织了一场哥谭市规模最大的缉毒行动，并且效果显著，抓捕了哥谭市的犯罪头目马洛尼。这个马洛尼，我们在漫长的万圣节中说过他。哥谭市是一个肮脏且黑暗的犯罪都市，现代人更倾向叫它民风淳朴。2大黑帮势力几乎瓜分了哥谭的地下势力，罗马人更胜一筹，常年打压马洛尼。罗马人是意大利黑手党家族企业，世代掌握在法尔科尼家人手中。这一代老大是卡麦，他被誉为哥谭教父。罗马人能在哥谭市走到今天，这其中要感谢维恩集团。早年托马斯出手救下过卡麦，当时他只知道自己是唯一者，不能见死不救，并不在乎对方是黑道分子。卡麦因为与马洛尼的战争身中数枪，在其父亲的恳求下，托马斯救下了卡麦，并与这对父子有了交集。即便如此，小唐和贝拉的支持率却还是势均力敌。贝拉主张的是改变当下的体制，而小唐是想完善当下的体制。20年前，哥谭大哥托马斯·韦恩创立了一个名叫重振的慈善机构，出资10亿美金来帮助城市用于公益事业。只是托马斯夫妇小香遇害后，重振基金就原地踏步了20年。贝拉想叫停这个项目，韦恩家族的公益已经独木难支了。正所谓做贼心虚，观看辩论回放的小唐有了危机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的市长一位必定换人。小唐不过是捞油水的棋子罢了，而像他这种为官不为的黑心政客，自然会被激进的人盯上。就在当晚，有人杀上了门，用地毯铲活活地将其敲死在家中，并且用胶带封住了小唐全都是谎言的嘴。这晚是万圣节之夜，即便天气恶劣，也挡不住市民的狂欢。而哥谭市的夜晚永远都是罪犯的狂欢，烧杀掠夺无恶不作，且无处不在。但是在这2年中，一个人的出现为邪恶增添了几分恐惧。每当夜晚探照灯点亮夜空，蝙蝠的形状穿入云层，那个代表复仇的使者，恐惧的化身，便会像月光一样笼罩哥谭，让罪犯闻风丧胆。而不可避免的是，市民也会对这个黑暗骑士产生恐惧之心。栖身黑夜的布鲁斯昼伏夜出，他要让哥谭市摆脱夺去父母生命的罪恶。一个老实的男人正在被几个罪犯欺凌着，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。不亦乐乎间，却忽略了天空中的蝙蝠灯。黑暗中传来了厚重而有力的脚步声，几人回头望去，不约而同笑出了声。万圣节这天，还能有打扮成蝙蝠侠的中二仔，见他缄默无言，领头人有些动怒。
蝙蝠侠货真价实，恐惧反而让这些人一拥而上。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自乱阵脚。机智的男孩见到蝙蝠侠的那一刻就没选择动手，至于其他人不约而同地哭出了声。见此情形，被欺凌的男人也哀求蝙蝠侠别伤害自己。这就是恐惧的利弊啊！布鲁斯依然是保持缄默不言。天空中的蝙蝠灯对罪犯来说是一种警告，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一种呼唤。现任市长小唐的家已经被警方封锁了，戈登将蝙蝠侠带进了现场。一路上，有人眼中带着戒备，有人带着敬畏，但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了正常人。临近门口时，警员马丁拦住了蝙蝠侠，可戈登要求他放行，即便再对他有意见，也难违军令。映入眼帘的是小唐的遗体，被胶带封住的脑袋上清晰地写着别再撒谎。凶手显然是在暗示小唐市长没有坦诚相待。致命伤来自头部，由钝器重击身亡。同时凶手还斩断了小唐的左手拇指。警方并没有调查出原因，光是拇指的切口状况，蝙蝠侠就断定他是在死之前被人砍断的。因为人死后血液会停止流动，而死者的切口处有明显的淤血斑。小唐家中挂满了报纸，就像是小孩子挂起的奖状，每一个都是他的正面报道，而凶手却在上面写下了谎言二字。地板上有着被凶手磕碰的痕迹，但现场并未找到凶器。懂事的警察已经跟着蝙蝠侠坐享渔翁了，而戈登叫来蝙蝠侠的最大原因是现场留下的卡片。信封上面写着蝙蝠侠亲戚，而里面的卡片却标注着我是你的神秘伙伴。卡片中有一个谜语，骗子死后会怎样呢？以及一张单独包起来的密码纸。戈登刚询问蝙蝠侠的想法，局长皮特就来到了现场。他要求戈登带蝙蝠侠滚蛋，这是市长死亡的现场，楼下挤满了记者。戈登却没有解释，把刚刚的信封举了起来。皮特反而倒打一耙，认为蝙蝠侠和凶手是一伙的，这只是他的说辞罢了，没有人会相信。也在此时，蝙蝠侠给出了答案：骗子死后仍是骗子。在英语中 lie 有两个意思，常用的是骗子，另一个意思是平躺。他仍是骗子，他仍然躺着。答案是一语双关的，而且刚好对应了卡片下方的几个诡异符号。皮特也震惊了一下，蝙蝠侠果然是个怪胎呀，和万圣节可真是天作之合。他让戈登赶紧带人走，记者那边等不及了。走之前，蝙蝠侠看到了地上有个血红的小脚印，戈登便告诉他是小唐儿子第一个发现了尸体。那个被吓坏了的孩子和自己年岁相近，蝙蝠侠对他产生了共情。面对记者，局长发誓会将凶手绳之以法，还这对无辜的母子和整个哥谭市一个公道。而布鲁斯就在远处冷冷地注视着。天一亮，该收场了。这2年蝙蝠侠的出现似乎让哥谭市的罪犯愈发猖狂变态，他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，如此更要破釜沉舟。回到了维恩大厦，布鲁斯也感受到了疲惫，他终究只是一个在乱局中的凡人。取下了隐形眼镜，将今晚目睹的一切都传到了电脑上。布鲁斯开始回顾案发现场的细节。小唐市长的身亡让即将到来的选举风云突变，而这次凶杀案却与20年前的托马斯夫妇事件不谋而合。凶手选择这天作案，或许是别有用心。阿福走到了布鲁斯身边，画面中的手法让他都觉得变态。而凶手点名道姓，让蝙蝠侠亲起信封。阿福说不担心布鲁斯是假的，他让布鲁斯赶紧洗漱一下。公司的人回到家里吃饭，社恐的布鲁斯当场皱起眉头，而阿福也十分无奈。这些年维恩集团的事布鲁斯不闻不问，再这么下去，偌大的传承会败在他这一代手上。布鲁斯充耳不闻，只有铲除邪恶的歌坛才有未来，并让阿福别再说这事儿了，又不是自己父亲，何必教育自己呢？老人家心里肯定是难过的。布鲁斯走后，阿福一个人看起了录像，看到画面在男孩身上停留了许久，阿福只能是叹息一声，想起布鲁斯兜着心疼啊，却因此看到了那段谜语和密码纸。军情6处出身的阿福马上就寄养开始破译了。夜猫子布鲁斯早就见光死了，谜语的答案他还是骗子。抛去重复的6个字母刚好对应了6个符号，阿福将这些已知的符号带入了密码纸。他认为这并不是完整的密码，所以想从重复的字母下手，这反而给了布鲁斯灵感。两人尝试把问题简单化，只留下了6个字母代表的符号，删除了密码纸上无关的，使其变成空白。逐渐的，一个新的词出现在了屏幕上，带着答案。蝙蝠侠和戈登出现在了小唐的车库里。戈登对这事儿半信半疑，他认识蝙蝠侠2年了，还不知道对方身份，况且一个单词不只会代表一个意思。可事实打了脸，在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轮胎上插着一把剪刀，
血迹证明凶手就是用它剪断了小唐的拇指。之前的答案不仅代表着第一个突破口与汽车有关，另一层含义便是 U 盘驱动器。在汽车的扶手箱里，蝙蝠侠果然找到了一个 U 盘，但这 U 盘要有指纹锁才能打开，上面刚好挂着一只断掉的拇指。戈登虽然恶心的要吐，但还是用它打开了。电脑上瞬间出现了一堆资料，照片中小唐市长和一个性感女子十分亲密，而且这个女子明显有被殴打的痕迹，看来市长的好男人形象塌房了。两人当然不会觉得事情就这么简单，凶手刻意为蝙蝠侠留下了线索。照片中还有一个歌坛出了名的恶棍误入，他便是歌坛教父卡麦的手下企鹅人。不料 U 盘里的程序自动曝光了所有照片，分别发给了哥谭市几大有名的媒体邮箱中，他们又被摆了一道。但不论如何，想知道照片中的女子是谁，蝙蝠侠就必须要到企鹅人的地盘走一趟。冰山会所门口，蝙蝠侠礼貌地敲了敲门，出门迎接的双胞胎口无遮拦，蝙蝠侠只能用双拳给双胞胎双问候下，随即大摇大摆走进冰山会所。每一个拦截他的马仔都得被双拳给双问候一下。如果蝙蝠侠的性格不这么缄默，他一定得喊出这句话呀：我要打10个！山羊胡子抬枪警告蝙蝠侠，直接被棒球棍砸断了鼻子。赶来帮忙的双胞胎也白挨了顿打。见场面逐渐无双化，企鹅人只能亲自出来接客。看着照片，企鹅人答非所答。阅人无数，又怎么可能记住每个女人呢？走廊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，蝙蝠侠回头见到了一名穿着膝下靴的曼妙女子。女人在见到蝙蝠侠时也愣住了，企鹅人连忙打着圆场说：“复仇先生不要人。”两人就在蝙蝠侠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交易毒品，他倒也没阻止，此番来有更重要的事儿。但企鹅人调皮得很，装作后知后觉的样子认出了市长。被戏弄的蝙蝠侠终于反手将其逼动，企鹅人也不说谎，淡定地表示自己只是个打工的，随即又说了些有的没的屁话。蝙蝠侠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照片上也有这么一双腿出镜，穿着与刚刚那个女人一模一样的膝下靴。想到这儿，他连忙跟了出去，或许那个女人才是答案。痴汉布鲁斯一路尾行到了女人的住处，屋里的另一个人正是照片上被殴打过的女人。显然是刚刚照片的曝光让这个女人担心起了自己的安危。不知道两女聊了些什么，塞琳娜突然就换了身衣服，穿着像猫一样从窗台跃下，一气呵成，骑着摩托就出去了。布鲁斯见状连忙跟了上去。塞琳娜前行到了小唐市长家中，找到了藏在画框后面的保险柜，一套设备专业开锁。只是保险柜刚打开，蝙蝠侠就出现在了身后。拿过东西后，塞琳娜先一步动了手，蝙蝠侠只手不攻，即便这样还是把塞琳娜按到了桌子上，夺过东西看了一眼，才知道是本护照，正是照片上那个女人，她叫安妮。蝙蝠侠本以为是塞琳娜杀害了小唐，但巡逻的警察打断了他的思考，两人只能紧紧搂在一起，隐藏于黑暗中。事后塞琳娜才解释起了因果，安妮只是想离开哥谭市，结果市长偷走了她的护照，她过来只是想给姐妹一条活路。显然呢，猫女也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。蝙蝠侠打算陪她一起回家，当面问问安妮。两人骑着摩的齐头并进，不分高低，门是半敞开的状态，屋子里一片狼藉。塞琳娜心生不妙之感，果然呢，安妮已经消失了。正当蝙蝠侠拿起一张催缴账单时，电视上又播报了第2起命案，死者为哥谭警局局长皮特。凶手公布了当时的录像，并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绰号谜语人。与市长相同，皮特的嘴上也被封上了别再撒谎的胶带，整个头与鼠笼连接在了一起，通过口腔进入，慢慢啃食内脏。谜语人只是想要告诉所有人，这才刚刚开始，直到哥谭市的面具被揭开，才是真正的结束。塞琳娜长期在冰山会所工作，一眼认出皮特局长是那里的常客。蝙蝠侠有些疑惑呀，冰山会所，其实冰山会所是给普通人玩的地方，里面有个地方叫做零下44度，那才是哥谭市里大人物们的乌托邦。这种地方可不是现在蝙蝠侠一时半会儿能打听出来的地方。于是两人各取所需，一个为了安妮，一个为了哥谭。You got a lot of cats. Never think about strays. 这句话倒是颇有铺垫之意，因为蝙蝠侠就是哥谭市里的流浪猫。在前往零下44度之前，蝙蝠侠还需要去趟停尸房，因为谜语人再次留下了谜题。局长的生活作息乱中带着点规律，经常半夜去健身，那时候的环境最安静，而谜语人明显盯了他很久，这仍是一场颇有预谋的行刺。
从老鼠笼到老鼠药，每一个凶器都是精心策划的。果不其然呢，蝙蝠侠在鼠笼中找到了他要亲启的信封，在紫外灯的照射下，鼠笼再次出现了符号。与小唐市长一样，作案后谜语人就公开了对方的黑料。局长皮特一直在为毒贩子打掩护，这几乎让戈登的警察官崩塌了。卡片外的字儿写得满满的是对蝙蝠侠的痴狂，谜语人已经将他和自己当成同一类人了。信封中的谜题，跟随迷宫而去，便可寻到老鼠，待老鼠曝光，我必现身。此刻的蝙蝠侠没有任何头绪，他掉过头绪，继续从安妮这边下手。若想不惊动零下44度里的大人物，蝙蝠侠只能让塞琳娜闯一闯龙潭虎穴，他随时会通过隐形眼镜监视一切。如此直男表现，让塞琳娜忍不住吐槽他不解风情。闻言，蝙蝠侠贴近了他，四目相对，然后来了句欧了，隐形眼镜没问题。五倍楷模就这么把妹子送进了狼窝。之前被砸断鼻子的山羊胡就把守在零下44度门前，透过维恩科技的人脸识别，蝙蝠侠查出对方名字叫肯奇，是名警察。这里果然水很深呢。来到了乌托邦，在座的全部都是哥谭市的达官名贵，犯罪网早就如同脉络根深蒂固，渗透到了哥谭市的每个行业。因为速度太快，没有识别出身份，他只能有意回头给蝙蝠侠一些时间。如此一来，秃驴顺理成章走过来与塞琳娜搭讪。这货竟然是哥谭市的检察官，名为吉尔。围桌而坐的人也全部都为检察院工作。好在吉尔只是色心起意，并没有怀疑到瑟琳娜头上。玩嗨了的他口无遮拦地说起了最近的连环凶杀案，断言谜语人是在寻找一个知晓秘密的老鼠，这是他们圈子里的黑话，老鼠就是线人的意思。更透露哥谭市最大的缉毒行动马洛尼事件，其实就是这个老鼠提供的线索。老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一旦他被谜语人抓住，所有爆料出的内容会搅乱整个哥谭市的体系。原本坚持套话，瑟琳娜就能为蝙蝠侠查出真相，可其中一名陪酒女孩却提到了安妮，称她就是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才因此失踪的。瑟琳娜也顾不上什么蝙蝠侠了，直接向陪酒女孩打听着安妮的下落。对方有所畏惧，并不肯开口。两女争执间，企鹅人出现了。瑟琳娜为了不败落，也只能装作乖巧，而紧跟企鹅人身后的便是哥谭教父卡麦·法尔科尼。卡麦和瑟琳娜还有种说不清的关系在里面，蝙蝠侠便质问起了根源。楷模式的逼问让瑟琳娜当场拆掉了隐形眼镜，蝙蝠侠的鱼线就此断了。吉尔色心未泯，还想追上去约瑟琳娜上车一起回家玩玩。瑟琳娜反手滴滴打的溜溜球只剩吉尔一个人孤独的像条狗。他却不知道车上一直有双眼睛在注视着他。上车抹了抹水雾，猛然发现驾驶位的枕头被拆了。等吉尔反应过来，谜语人的猛击已经袭来了。迷迷糊糊间，脖子上也被套上了炸弹项圈。这个黑心的地方检察官也中招了。天色将亮，蝙蝠侠与戈登在楼顶会面，将老鼠的这一线索共享给了戈登。这个谜语人下手的对象都是贪官污吏，看似有些为民除害的架势，实则没有底线，与罪犯无差。谜语人已经知道了老鼠的身份，只要他们揪出这个老鼠，或许就能引出谜语人。但这背后牵扯到了哥谭市的体系，走戈登警察那一套一定是不行的。揭开这个面具的人，也只能是戴着面具的人。今天布鲁斯出奇地选择了白天的身份，他反反复复看着昨晚塞琳娜的录像，想找出他与卡麦之间的关联。而选择把制服换成西服，是因为今天要举办小唐市长的追悼会。以连环杀手的行事作风，一定会隐藏在现场观看自己的杰作。阿福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很快就破译了鼠笼里的符号。这一次的答案是西班牙语，翻译过来为你是有翅膀的老鼠，但谜语人的定冠词用错了。西班牙语中结尾的字母决定了词的阴阳性， A 和 O 分别代表了阴和阳，而阴阳性的不同也需要使用不同的定冠词。谜语人的答案为 You are El Rata Elada，有翅膀的老鼠。可这个词明显是 A 做结尾，是阴性词，定冠词应该是 LA 而不是 EL。 在阿福看来，谜语人可能西语不太精通，所以闹了这么个基础语病问题，但其实他们都小看了谜语人。布鲁斯沉浸在了这句话的含义里。阿福见他连袖扣都没有，赶紧把自己的摘了下来。维恩家族的人出门讲究仪容仪表，每个细节都要到位才可以。看着袖扣上的标志，布鲁斯冷笑一声，那意思是你阿福又不是姓韦恩，还能戴家族袖扣？但阿福一句话马上让布鲁斯为他花了3000万呢。阿福表示这是老太爷托马斯亲自给他的，布鲁斯也只能住口。追悼会现场围了不少谜语人的支持者，疯子永远不缺乏追随之人。
这原本死寂的现场，因为布鲁斯的到来热闹了起来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个哥谭市天之骄子很少露面，这给布鲁斯社恐都他妈整出来了。卡麦来到了追悼会现场，除了左膀右臂7个人之外，他身边还跟着一名身穿西夏靴的女子，只是女子面容被挡住了。为了确认对方是不是塞琳娜，布鲁斯没有想太多就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一只手拦住了他，是企鹅人。卡麦连忙让他们退下，这可是哥谭阔少维斯聪啊，而他的女伴并不是塞琳娜。卡麦不禁感叹，今天吹了什么风啊，能把大名鼎鼎的布鲁斯·韦恩也引过来。而布鲁斯却表示彼此，更讽刺卡麦出门不怕被人枪杀吗？卡麦也没生气，反而回了一句，也是，你父亲没办法再救我了。布鲁斯直接越过了他，卡麦只能尴尬一笑。现场的警力安排十分的阔气，2步一哨，3步一枪，生怕有人在这闹事。广播中还在宣扬20年前重建基金会项目，说他怎么帮助穷人。布鲁斯身旁的一个老头嗤之以鼻，说重振基金从来没有援助过需要之人。老头瞥见了布鲁斯，直言小伙子面熟啊。但很快有一个身影来到了布鲁斯身旁，正是市长竞选人贝拉。布鲁斯的2级王导致他连贝拉都不认识，女人也无所谓，他希望布鲁斯能够为哥谭市做点事儿。文恩家一直都在为这个努力，不能在这一代断了善念呢，你可不能无所事事啊。贝拉实际上是想拉近与布鲁斯的关系，他若是当选市长，肯定需要哥谭市最大家族的帮助。布鲁斯压根也没在听，他注意力一直在小唐的遗孤身上，再次看到了20年前自己的那种无助。身后戈登正在和新警局交谈，原来检察官吉尔已经失踪了。之前拦过蝙蝠侠的马丁警员在看到布鲁斯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没等追悼会真正开始，厅外就传来了嘈杂的声音，还伴随着不少人的尖叫。唯有一个看不清脸的人格外冷静，布鲁斯知道他就是谜语人，同时反应极快的第一时间将男孩救下。一辆车和他们擦肩而过，撞在了墙上才停了下来。布鲁斯再回头看去，谜语人已经消失了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警察包围了嫌疑车辆，车上走下来的人正是吉尔，他被封住了别再撒谎的胶带，脖子上的炸弹也不知道何时会爆炸。电话铃声在大厅中回响，吓坏了所有宾客。见吉尔胸前有一封蝙蝠侠亲启的信，戈登立刻安排人疏散了群众，直到人们撤离，警方包围市政厅，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。手机铃声一直没停，拆弹小组也已经做好准备就绪了。就在此时，黑暗中传来了厚重而有力的脚步声，蝙蝠侠出现了。所有警察都不敢轻举妄动，新警局嚷嚷着质问戈登，而戈登目不转睛地看着监控画面中的伙伴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蝙蝠侠不在乎吉尔的求饶，他只知道这个炸弹是密码锁，无法拆除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陪谜语人玩下去。信封里除了逐渐暴躁的00字样以及简短的2个字接听。接通电话，画面中的谜语人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还带了点相见恨晚的语气，直接邀请蝙蝠侠联手合作，一起揭开哥谭市的虚伪面具，说自己已经计划好了整盘棋，连蝙蝠侠也算了进去。话音刚落，谜语人开启了直播，他打算玩个游戏，最简单的猜谜来决定吉尔的生死。吉尔感觉有一线生机，连忙点头答应。第一题，他可以残酷、失忆或者是盲目，但若是没有他，暴力便会找上门来。吉尔懵逼之时，蝙蝠侠给出了答案：正义。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吉尔把蝙蝠侠的答案念了出来。的确猜对了，谜语人也没有为难他作弊，他就是要用这个答案来讽刺吉尔这种人面兽心的正义使者。第二题，如果你是正义使者，那么装聋作哑的代价是多少呢？吉尔依赖地看向了蝙蝠侠，后者说出了贿赂2字。吉尔想都没有想复读了一遍，但其实蝙蝠侠的意思是吉尔收了多少贿赂。眼看时间不足1分钟，吓得男人直接招供了。最后一题，既然你的正义是针对性的，那你保护了哪些害虫呢？蝙蝠侠连忙催促他说出老鼠的身份。听到这儿，吉尔却放下了手机，说出来也是个死，不说出来也是个死，那不如死自己一个，让家人活下去。不管蝙蝠侠怎么逼他，男人都不肯开口。到底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可怕呢？炸弹时间归零，一声巨响将蝙蝠侠震飞数米之远，冲击让蝙蝠侠慢慢陷入了昏迷。至于吉尔，恐怕连肉沫都不剩了。蝙蝠侠就这样被带到了警局，大家稀奇古怪地琢磨着他，更有甚者想摘下他的面具，这不亚于揪了老虎的尾巴。蝙蝠侠猛然起身推开所有人，还是戈登出面才没有让事情恶化。新局长认为戈登这是徇私舞弊，居然保护起了一个治安维持者，甚至将吉尔的死怪在了蝙蝠侠身上。见他这大言不惭的样子，
蝙蝠侠怀疑他也是其中一员。新局长拽的一笔，小矬子还当面放狠话，有个不长眼的警察非要摸一下蝙蝠侠的耳朵，场面再次混乱起来。蝙蝠侠就要 Ctrl 加7开启无双模式，戈登只能再次拦住了他，并让他冷静一下，暴力不会让事情有所好转，同时向新局长申请2分钟时间，他会说服蝙蝠侠配合警方。这都是幌子。此时的戈登绞尽脑汁想把蝙蝠侠救出去，表面是大声训斥，实则偷偷给了蝙蝠侠一把钥匙，低语告诉他了逃生路线，但蝙蝠侠必须要给自己一塞炮，这样才能借乱离开。门外山羊胡闹不明白情况，也在围观。蝙蝠侠一眼认出了他，并从戈登口中得知对方是缉毒队的警察，两人不言而喻。蝙蝠侠突然一塞炮，戈登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甩开大步跑到了指定路线，抓过枪直飞顶楼，通过钥匙抵达了天台，也没有多想，直接将披风化为了翼装，在大批警察到来之际一跃而下。蝙蝠侠没有什么滑行经验，虽然逃的时候姿势很帅，但超英落地这方面恐怕只能给 0.5 分，满分100分的啊。事后两人再次见面，那一拳戈登到现在还疼着呢，蝙蝠侠却十分装杯啊，自己这一拳20年的功夫没人挡得住啊！这么一大闹警局，新局长直接全面通缉了蝙蝠侠。事到如今，两人已经没有别人可以相信，唯有对方。蝙蝠侠将有翅膀的老鼠这个答案告诉了戈登，他们推测到了企鹅人身上。这家伙是卡麦的左膀右臂，马洛尼被捕前常常光顾他的会所。最重要的是，企鹅这种动物也是有翅膀的，这些似乎都是艾瑞斯打 BOSS， 全都说得通啊！两人当即决定找企鹅人问个究竟，唯有扒开云雾才能看见光明。他们从冰山会所一直尾随到了回收厂，才看到企鹅人停下了车。透过玻璃看去，回收厂里还在大量的制造着毒品。戈登的检察官一下子又崩塌了，哥谭市规模最大的缉毒行动从头到尾都是个谎言。蝙蝠侠听到了动静，循声望去，看到了悄悄来此的瑟琳娜。瑟琳娜暗中偷袭了双胞胎，直接打开了山羊胡的后备箱。蝙蝠侠的出现让他吓了一跳，后备箱里是大包大包的钞票，翻到一半，瑟琳娜愣住了，里面竟然还有安妮的尸体。伴随着企鹅人的一通扫射，他们的行动败露了，所有人都看到蝙蝠侠倒在了地上。戈登这人能出啊，有事他真上啊！企鹅人还想一鼓作气干掉蝙蝠侠，才发现附近早就空了，身后传来了火箭般的声音，蝙蝠车启动了，充分放热的引擎直接喷出了蓝火。蝙蝠侠并未直接开车撞过去，而是在原地轰油，要跟对方来一场蝙蝠抓企鹅的游戏。企鹅人会晤，一脚油门弹射之，伍德侠紧随其后，而瑟琳娜则是趁乱抢走了一包钞票离开了现场。此时企鹅人内心的活动是：小伙子，你这什么车啊？蝙蝠侠则是086啊，怎样啊？直角弯之前，企鹅人提前减速，而蝙蝠车速度太快，根本不可能过弯。但老司机蝙蝠侠沉着冷静处理，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漂移。这边压力给到了企鹅人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停地在看后视镜，想必蝙蝠车的压迫感还是很足的。我们看到蝙蝠车一直在进行追尾仪式，不停撞击企鹅人的后杠，借此来把压迫感乘2乘3呢。紧张的弯道过后，两位选手即将迎来高架的大直线。企鹅人竟然掏出了无兹冲锋枪，难道是暗示他有一个 ADC 的梦吗？怪不得蝙蝠侠如此冷静，原来玻璃是防弹的，子弹冲击玻璃所摩擦出的烟雾，你闻是金钱的味道。这边提醒大家，街道超车需要眼观六路，蝙蝠侠也不例外。我们看到维斯松选手直接选择逆行到底啊，借大马力后驱的优势，一个嘚儿飘上了高架。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了维斯松了，是企鹅人先逆行的。大直线上，两个选手全都油门到底啊。这一刻拼的不仅仅是车的动力，还有雨天打滑被撞死的风险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企鹅人也是个老 GTA 玩家了，路墩子必须撞倒才是男人。意外出现了，赛事方并没有疏散交通，一直跑在前面的企鹅人他妈的遭遇了堵车了。这选手有路怒症啊，直接撞开了前车，也因此引发了蝴蝶效应，几辆大卡连环相撞，后视镜里已经看不到蝙蝠侠的车影了。蝙蝠车还有氮气加速呢，他选择了弹幕最多的开法，特技飞跃。这里细节了啊，企鹅人回头看了爆炸，看来撞路墩子也不一定是真男人，有可能是企鹅人呐。蝙蝠车爆发了惊人的速度，一头将企鹅人撞得魔力转圈圈了。这一下子，刚刚还得意洋洋的企鹅人，现在闪电崴了脚，一步也跑不了了。让我们恭喜冠军蝙蝠侠维斯聪啊！企鹅人被抓了，戈登和蝙蝠侠直接逼宫，两人脑补了一场大戏。企鹅人为了上位出卖了马洛尼，并且顺利接了对方的制毒厂，再通过冰山会所养着那些达官名贵，从此成为哥谭老大指日可待呀。企鹅人全程就是这个表情啊，好像上数学课的眨了个眼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见两人说的有头有尾，捧哏逗哏一来一回，企鹅人强烈建议他们加入德云社呀。他压根就不知道安妮以及谜语人的事儿，还被戈登逼着看皮特的遗体，难受的呀撇，只想躲进车底。两人把有翅膀的老鼠告诉了企鹅人，企鹅人当场破防。只见谜语人懂个球啊，连定冠词都能搞错。要是他企鹅是长着翅膀的老鼠，那蝙蝠明明更加贴切嘛。这一回答让戈登都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，但蝙蝠侠确信谜语人滴水不漏，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他自己默念了几遍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关键，如果按照错误的读法就会出现 URL 的谐音，而 URL 又代表着网络地址。想到这儿，他掏出了蝙蝠本，直接将原文输入了进去。片刻之后，一个网站出现了，果然是谜语人准备好的。当谜语人知道蝙蝠侠抓住的是企鹅人之后，提醒他眼光要放远，并给出了一个提示，关于下一个受害者的谜语：我由一粒种子化作坚韧的野草，而我却住在贫民窟的大房子中，不知道自己生于谁，来自哪儿。蝙蝠侠一下就想到了答案：孤儿。谜语人满意的下线了，一个答案就让蝙蝠侠联想到了很多场景。谜语人是个孤儿，他在贫民窟的大房子里长大。哥谭市最早用于孤儿院的大房子，也是维恩家族曾经的宅邸。两人没管企鹅人咋样，直接驱车前往了孤儿院。这里早就荒废了20多年，房间里裹着有谜语人准备好的引导，甚至有不少瘾君子就住在了这里面。两人来到一间放映厅，画面上正在播放着托马斯成立重建基金的珍贵录像。托马斯因为相信歌坛，所以决定竞选市长一位，尽最大努力去改变家乡。而墙上还有谜语人的留言：重建基金是谎言，以及负债子偿，摆明了他下一个目标是布鲁斯·韦恩。戈登刚想明白这件事时，蝙蝠侠已经转头没了。他此时油门到底，以最快的速度奔回韦恩大厦，期间不停地给阿福发着电话，可阿福并没有听到，一直在处理文件。看到了一个标注布鲁斯亲戚的快递，阿福就直接拆开看了，里面有一个隔着层包着的信封，上面写着蝙蝠侠亲戚，而另一个盒子下面装着的是炸弹。布鲁斯此时急坏了，打了半天终于有人接通了电话，是家里的女士多莉。他立马要求让阿福接电话，家里有危险了，却没有想到多莉告诉他危险已经来过了，在1个小时之前。原来阿福见到炸弹那一刻就将其丢了出去，但他本人还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人送到了医院。维恩大厦正在紧急扑救。作为受害者家属，警方给布鲁斯看了一眼信里的内容，只有短短3个字：地狱见。这是布鲁斯第2次体验到失去的感觉。好在福大命大的阿福并没有死，区区重伤而已嘛。布鲁斯十分自责，阿福是因为自己才变成这样的。他把愤怒化成了理智，重新开始分析所有线索，从小唐市长到皮特局长，再到检察官吉尔，以及现在的自己。谜语人的核心似乎指向了重建基金。前3者是贪官，可能动用过重建基金中的10亿美金为官不为，而罪孽的源头是发起这个慈善项目却留下一个大蛋糕的托马斯。布鲁斯想找出重建基金的档案，却发现瑟琳娜的隐形研究又连通了，确保另一头是蝙蝠侠在和自己对话。瑟琳娜约他见上一面。天台上，瑟琳娜怨气极大，她要把山羊胡抓起来，因为安妮死在了他的后备箱。这人即便不是凶手，也一定知道凶手，但蝙蝠侠却没有答应他和他一起干这事儿。安妮为了钱接近了不该接近的人，听到了不该听的话，酿成这种结局。他也并不是真正的无辜。蝙蝠侠觉得一个人不应该为了钱作践自己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瑟琳娜一听就不乐意了，直言这家伙指定是个富二代，底层的生活从来都不掌握到自己的手中。两人说到了卡麦，蝙蝠侠很想知道他与对方的关系，而瑟琳娜却表示他拿走的所有钱都是卡麦欠自己的，这让蝙蝠侠不明所以，一直追问。最终瑟琳娜说出了真相，卡麦是他的父亲，他的母亲原本只是个陪酒的，自己的出生完全是个意外。这件事母亲告诉过他，但卡麦本人并不知道。7岁那年，母亲被人勒死了，而这个所谓的父亲根本没管这事儿，所以瑟琳娜才会说卡麦欠自己的。真相让蝙蝠侠都沉默了，他为自己的过激道了歉。两个人各自为了目标而复仇，拥有着类似的悲惨遭遇，却阴差阳错地认识了对方。或许命运就是如此。瑟琳娜好奇面具下的蝙蝠侠是什么样的，同时她在此声明自己会替安妮讨回公道，因为除了自己，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平凡人而挺身而出。像布鲁斯这种阔少肯定不会经历这种困难，毕竟现在网上到处都是韦恩家的爆料。2级网的蝙蝠侠又懵了，瑟琳娜告诉他谜语人发布了新视频，内容是关于韦恩家的秘密。他希望这个复仇者能够帮助自己站在弱者的一方，可蝙蝠侠却只是让他别再做傻事了。还没说完呢，他就被瑟琳娜一嘴啃了上去。而此时夕阳冒出了地平线，这一丝温暖是瑟琳娜给他的。告别后，布鲁斯才开始看那段视频，依旧是重振基金的开场。中途画风一变，
谜语人开始讲述哥谭市的前世今生。哥谭市最早由维恩和阿卡姆两大家族建立，但建立城市的人难道就是好人吗？20年前，名叫爱德华的记者开始暗中调查，想找出这两大家族黑暗面。爱德华发现阿卡姆家族大小姐玛莎的家庭十分扭曲，从小母亲就杀害了父亲，但真相被阿卡姆家族压了下去，因此玛莎还患上了精神病，长期在阿卡姆进行治疗，直到她与托马斯成婚，两大家族联姻。这些事儿都没有被公布于众过。后来托马斯成立了重建基金，并且参与了市长竞选。这时爱德华带着实锤找上了他，想要揭开两大家族虚伪的面具。托马斯想贿赂，但对方油盐不进，便找到了卡麦，想让他帮忙解决下此事。于是爱德华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哥谭某个角落。视频最后，谜语人亲自登场，他点名告诉布鲁斯，负债要自偿。真相让布鲁斯的蝙蝠观崩塌了，就好像人类帮助了奥特曼，打了一辈子怪兽，他们突然告诉你怪兽才是好人。布鲁斯直奔冰山会所，要求见卡麦一面。双胞胎平时嚣张，但没敢在哥谭阔少面前放肆。此时的卡麦正悠闲地打着台球，谜语人的爆料并没有影响到他。见布鲁斯来了，他赶走了所有人。卡麦知道真相一经曝光，布鲁斯肯定会找自己问个明白。每个人都有见不得光的秘密，即便是托马斯也一样。他虽然是个善人，但也会遇到麻烦。卡麦被托马斯救过，自然会出手帮他解决麻烦。事情就是这么简简单单。卡麦还有声有色地学起了托马斯的腔调，意思是让爱德华感受下恐惧，如果恐惧不足以，那就按流程走。卡麦并不认为爱德华死的冤枉，揭人伤疤公布于众本就是种罪恶的行为，他希望布鲁斯别有罪恶感。托马斯是好人，但好人也会犯错误，也会迷失。卡麦调查过，爱德华其实是马洛尼人，马洛尼家族和法尔科尼家族常年火拼，对方肯定是不想看见自己和哥谭顶尖势力走得近，为此想办法除掉托马斯也是有可能的。卡麦这句话让布鲁斯心头一颤，难道父母的死是马洛尼一手策划的？卡麦表示他没有证据，但这是最有可能的可能。布鲁斯的蝙蝠官梅开二塌呀，他回了家看着爸和妈，心里全都王得发呀。之后一直守在阿福身边，直到他苏醒，睁开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布鲁斯。阿福开心地笑了，但笑容很勉强。可布鲁斯却突然挑拨了父亲的事儿，让阿福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托马斯。阿福让孩子别动摇内心，老太爷绝对是个好人，他只是犯了一个错。当时托马斯想过放弃竞选，甚至可以放弃家族传承，只求让妻子过上普通的生活，但爱德华非要揭开伤疤。这事儿一旦公布，会让玛莎重新遭受打击，所以他找上了卡麦，本意是想让对方吓唬下就行，千万别做得太过火。但卡麦杀人不眨眼，自作主张将爱德华弄死了。得知此事的托马斯十分内疚，一个普通人因他而死，所以他决定自首，想在自首前陪一陪家人，没想到当晚就被枪手杀害了。阿福怀疑过卡麦，一旦自首他也会跟着遭殃，所以除掉托马斯就等于没有人知道真相。只是阿福没有证据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调查，或许是卡麦，也或许是一个普通的抢劫犯，他没有告诉布鲁斯，就是怕他也出事，自己没有保护好托马斯和玛莎，就不能再让年幼的布鲁斯出事了。阿福教会了他格斗技能，武装了布鲁斯的外在，却无法武装他的内心，自己终归不是他的父亲，男孩的成长都需要父亲。左右挣扎中，布鲁斯也感到了一阵无力。蝙蝠侠本来应该是克服了一些恐惧，并且驾驭恐惧的存在，但现在布鲁斯却恐惧了，他害怕失去最后一个家人。此话一出，阿福欣慰地笑了，眼睛里有着泪光，缓缓地伸出了手，而布鲁斯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天空中，蝙蝠灯如一轮皓月，蝙蝠侠赶到时碰巧遇见了戈登。不是他们，还有谁能点亮蝙蝠灯啊？天台上，瑟琳娜已经活捉了山羊胡，她说话的语气都有些失控了，手里的枪也旋之又旋。瑟琳娜丢给蝙蝠侠一部电话，里面播放着山羊胡一次行动的录音，录音中出现了卡麦的声音。原来小唐市长是个喝多了爱吹牛的主，太多话被陪酒女孩安妮听到了，为了防止他逃跑或者传出去，卡麦才让小唐偷走了安妮的护照，这才发生了之前的内幕。结果小唐意外身亡，卡麦便带着山羊胡等人找上了门。那时候瑟琳娜和蝙蝠侠出现在了犯罪现场，双方完全错过。卡麦让女孩说出了知道的所有事儿，随后起了杀心。就这样，安妮被活活勒死了。听到那绝望的惨叫声一点一点变小，瑟琳娜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这一刻，蝙蝠侠全明白了，所谓有翅膀的老鼠，不是企鹅，也不是蝙蝠，而是鹰隼法尔科尼，他才是真正的老鼠。起初，蝙蝠侠和戈登以为卡麦是在为贪官污吏干活，可山羊胡告诉他们，
哥谭市真正的市长是卡麦，整个体系所有岗位都为他一个人卖命。托马斯用来慈善的10亿美金，就是运作这个犯罪大网的本钱。所以20年来重建基金没有给到穷人，他全部被上面的人给霍霍了。瑟琳娜已经忍无可忍，他想拉着蝙蝠侠一起去杀了卡麦，但蝙蝠侠有自己的底线，他会用正确的办法处理此事。Don't worry, honey. I got 9 of them. 一个慌神的功夫，瑟琳娜已经离开了。戈登逮捕了山羊胡，让蝙蝠侠去阻止他们。只有让老鼠曝光，才能抓住谜语人。瑟琳娜独自找来了卡麦，表面上是想让他帮忙打听安妮的下落，实则藏着手枪，随时准备将卡麦击毙。瑟琳娜声泪俱下，演技爆炸。卡麦倒真的把她当成了迷路少女了。只是很不巧啊，手下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瑟琳娜刚要拿出来的枪也只能收了回去。卡麦掐死安妮的那段录音已经被戈登公布给了媒体。要说爱德华的死，那也算是陈年旧案，卡麦完全可以不在乎。但这个录音曝光了，以他为首的犯罪网，整个哥谭都会动荡起来。而瑟琳娜趁他思索之际公开身份，让卡麦知道了自己还有这么个女儿。回应他的只有子弹。手下为了保护老板，与瑟琳娜缠打在一起，却不料死于子弹反弹，而卡麦却找准机会偷袭成功。为了阻止瑟琳娜犯傻，也为了阻止她送死，蝙蝠侠潜入到了冰山会所，他要尽快前往零下44度。此时卡麦用球杆死死勒住了瑟琳娜的脖子，想让她和她那个不入眼的母亲死法一样。情急之下，瑟琳娜只能划破卡麦的脸，但这却反而激怒了后者。关键时刻，一拳蝙蝠赶到，让瑟琳娜收手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她认清卡麦不值得。蝙蝠侠的不杀之势在这里也许看来可笑，但1生2，2生3，不管初衷为何，只要越过这条界限，就会形成瘾，无法回头。卡麦被蝙蝠侠抓捕了，但他并没有再怕的。混到这种境界，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。他会把秘密带进坟墓，不可能让世人知道。见戈登和哥谭佐罗是一伙的，卡麦嗤笑一声。局长都给他干活，进警察局就跟回家一样，但马上就被打脸了。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！冰山会所门前已经聚集了正义之士，卡麦这个有翅膀的老鼠终于见光了。想起自己的遭遇，7个人怒喷了卡麦，哥谭教父可得换人了。要么卡麦能当上老大，这种时候还能冷静怼人，表示7个人在他眼里就是个瘸子。7个人直接破防掏枪，1声枪响过后，卡麦倒在了血泊中。可7个人却发誓自己根本没有扣动扳机。蝙蝠侠突然想起了谜语人的第2个谜题：老鼠曝光，我必现身。而老鼠这种生物见光死，众人看到了枪手，一群警察跟着蝙蝠追了上去。尽管蝙蝠侠的速度已经很快了，却还是没有见到谜语人，反而被吸引进了对方的窝点。窗户的角度刚好对准冰山会所的大门，谜语人早就策划好了。但很快，马丁警察传来了消息，有人目睹嫌犯逃进了餐馆，目前人还在柜台坐着。警方迅速包围了餐馆，一个斯文模样的人不紧不慢地搅拌着咖啡，等待着警方把自己抓起来。这种扔大街上都不会有人注意的长相，却是揭开哥谭市罪恶面具的谜语人。他没有抵抗，但表情狰狞，直到看见了门外的蝙蝠侠，谜语人才露出微笑。那眼神似乎他和蝙蝠侠不谋而合，完成了一个大业。谜语人的伪造了诸多身份，警察只能将其带回疯人院。而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？谜语人的咖啡杯里同样给出了问号，他的窝点成了唯一的突破口。警方在收集物证，用最笨也是最稳的方法寻找线索，而蝙蝠侠眼里只有一根线，足以串联起整个案件。 Hey, Lieutenant, you really okay with this? What about chain of evidence? He's wearing gloves. 在一本日记里，他们了解到了谜语人的过去。他在孤儿院长大，那时候托马斯刚刚成立重建基金，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期待着生活被改变。可到头来，那只是有钱人的空头支票。直到他发现了哥谭市的谎言，这才决定揭开这副面具。谜语人不在乎自己的结局，他要做的只是把真相传递给哥谭，让山脚下的人自己做出决定。鼠笼里关着一只蝙蝠，而蝙蝠脚下却有一封信，依然是亲戚系列，信的后面还绑着一个凶器。蝙蝠侠断定，这正是杀死小唐市长的那把，与对方家中地板上的凹痕一模一样。信里，谜语人邀请蝙蝠侠来听自己的独白。另一名警员发现了谜语人的私人账号，粉丝从之前的400多已经涨到了500多，个个都是极端主义者。有一段最近的录像，但被密码锁住了，无法播放。戈登申请了破译，蝙蝠侠听到了这些话，但他却陷入了墙上的报纸。没想到20年前自己和谜语人只相隔了一个座位，却隔开了2个世界。
谜语人对蝙蝠侠有着惺惺相惜的痴迷，甚至知道了蝙蝠侠的真正样子。再结合那段加密录像的名称，揭开真正的面具，蝙蝠侠知道对方最后一个目标是自己。或许等到谜语人揭开自己身份时，蝙蝠侠的存在也该结束了。这时戈登刚好接住了一通电话，疯人院的谜语人要求和蝙蝠侠见一面。预感到一切即将终结的蝙蝠侠与伙伴戈登道了别，直到两人隔着玻璃面对了面，才兑现了第4封信的内容：地狱见。谜语人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也有其他原因。他想从一个无名小卒到人尽皆知，希望人们能像记住蝙蝠侠一样记住自己。他开始不停地重复着布鲁斯的名字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蝙蝠侠有点老鼠见光的心情啊。可谜语人却只是埋怨了布鲁斯和自己的差距。同样是孤儿，一个窝在脚下地洞。托马斯夫妇遇难后，人们都去关注布鲁斯这个可怜孩子，却没有一个人回头问问孤儿院的他们。他们要30个孩子挤在一间房，晚上随时随地都有老鼠乱窜，因为环境恶劣，每天都有孩子死去。可布鲁斯却被拥护着长大，这也是谜语人唯一一个没有杀死的目标。他说自己知道蝙蝠侠真正的样子，意思是戴上面具的蝙蝠侠即是真正的样子。就像谜语人自己，只有成为了谜语人才有活着的感觉。面具隐藏了身份，却放大了力量。每个人什么时候死，该怎么死，谜语人都算进去了，也引导蝙蝠侠参与了全过程。不可否认，没有蝙蝠侠的配合，他杀不了真正的老鼠。正是蝙蝠侠这种以暴制暴启发了谜语人，但蝙蝠侠却揭穿了他。谜语人不过是一个渴望得到关注，现在却要死在阿卡姆的变态疯子，至死仍是无名小卒。就俩字儿：破防啊！谜语人把心理疾病的病情分析得淋漓尽致。他原本计划和蝙蝠侠一起看着最后的烟火，却发现自己眼中的同伴把自己当成了傻逼啊！闻言，蝙蝠侠心头一颤，最后的烟火，谜语人一下就精神了。原来自己最后的谜题，蝙蝠侠并没有解开。想到这儿，他大展歌喉，反手变成了胜者笑弱者，就俩字儿：破防啊！蝙蝠侠把气急败坏的病情分析得淋漓尽致。别说蝙蝠侠了，谜语人这又欠揍又揍不到的样子，换成我也得当场吐血啊！他重返了谜语人的窝点，想找出最后的谜题。在这看守现场的马丁一看是蝙蝠侠，就连忙让了道。这警员从一开始的穷绿恶巷走到了康庄大道，路是越走越宽呢。蝙蝠侠在物证里重新拿到了凶器，马丁直言谜语人是变态，竟然拿地毯铲杀死了市长。蝙蝠侠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地毯铲他从未见过，这是穷人用来装修的工具。维斯聪又岂能知道啊？他拿着铲子将谜语人的整个地毯掀了起来，下方出现了哥谭市的地图，每一个河堤还用灯光标注了出来，并刻有几个字：真正的改变。而这几个字便是加密录像的密码。视频中，谜语人给老铁们录了独家视频，可以说他出道以来的技术支持都来自这些粉丝。主播也早就把粉丝当成了家人们。今天是市长选举之夜，贝拉不出意外便会登上市长一位。谜语人认为他和小唐一样，都是为官不为的祸害，只会为歌坛的贪污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光是揭开面具已经不够了，谜语人还要审判歌坛。视频播放到这儿，早就准备好的7颗炸弹同时爆炸，歌坛市的河堤瞬间坍塌，大水一贯而入，扑向了城市。重建基金原本有着加固河堤的计划，但资金却流入了有心之人的腰包。视频中，谜语人还给家人们准备了福利，海水倒灌城市后，所有人都会被困在歌坛，而那些庆祝市长选举的人山人海则会从狂欢变成恐惧，歌坛广场也会成为全市人最后的避难所。届时家人们可以自由发挥了，他到时候肯定会被抓捕，但精神需要家人们传承下去。这便是谜语人的重建计划，和他预测的一样，歌坛市现在无法进出，海水很快蔓延到了歌坛花园。戈登立刻稳住了躁动的人心，他命令手下四处寻找还有没有多余的炸弹，其他人疏散百姓，自己负责带走市长。但贝拉说什么也不肯自己逃走。绝望下的哥谭市正需要一个人挺身而出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走出去，大声地安抚着恐慌的百姓，却不料家人们一枪击中了他。好在戈登眼疾手快，没有让贝拉受到2次伤害。他正寻找着枪手位置，却看见房顶炸出一片火光。蝙蝠侠天降正义，凭一己之力对抗起这群弱智东西，他就防弹护甲硬扛。谜语人们可别换子弹啊，换子弹就是一顿暴揍啊！结果有老六撕扯他的披风，蝙蝠侠一记扫堂腿摆脱两人，起身就有新的枪口对准自己，来回一反弹，灯架就断掉了一条支撑。眼看蝙蝠侠危在旦夕，戈登招呼人带自己上去。闻讯赶来的赛琳娜同样看到了半悬空着的蝙蝠侠，他想都没想冲了上去。此时蝙蝠侠心生一计，他利用粘弹引爆了灭火器，借助粉尘的掩护，一个个将对方恐惧击倒。最后一个人被吓得不轻啊，抬手就是一喷子。这个距离，这个威力，哪怕战衣防弹所承受的冲击，也得让五脏六腑翻腾了起来。
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几根，这还想着补刀，但一看就是手生啊！耽误的这点功夫，刚好等到了塞琳娜救场。此时的蝙蝠侠已经站不起来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正当他想在信任之人面前休息一下时，塞琳娜却遭受了枪手的袭击，随时可能被有刺穿头颅的风险。但蝙蝠侠却怎么也操控不了身体，他拿出了急救用的肾上腺素，一针下去，油尽灯枯的蜡烛再次复燃。来自身体本能让蝙蝠侠失去了理智，几乎要把这个人的脸都打碎了，还是戈登带人上来拦住了他，才没有让蝙蝠侠越界。男人被打成猪头，面对戈登的质问，他却回答道： I'm vengeance。复仇是布鲁斯选择拯救哥谭的方式。2年来，他为了让哥谭摆脱夺去父母生命的罪恶，化身复仇使者，使用自己愤怒的双拳去对抗邪恶，从未自诩是个英雄，只能靠面具来隐藏遍体鳞伤的自己。但现在布鲁斯突然明白了，复仇之路无法看到黎明曙光，希望才是哥谭市最需要的解药。海水已经冲进了城市最后的避难所，人们无助地四散而逃，没了秩序。生死攸关之际，没有人愿意放弃活下去的机会。悬着的灯架一旦落入水中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活活电死。此刻蝙蝠侠的重心不再是罪犯，而是那些绝望下的百姓。他毫不犹豫割断电缆，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想让百姓遇难。从水中重新出现的蝙蝠侠已经洗掉了复仇使者的印记，成为黑暗中的灯塔，点亮了万念俱灰的哥谭。小唐的儿子第一个拉住了蝙蝠侠，希望迅速蔓延，人们开始互帮互助，因为他们知道前方这个蒙面义警会带他们离开。整个哥谭都被海水淹没了，罪魁祸首被绳之以法，但罪孽并没有得到根除。20年前，托马斯相信哥谭，所以成立了重建基金。20年后，哥谭需要被重新拾取信任，进行一次真正意义的重建。这是蝙蝠侠第一次不再是夜行者，云开日出，阳光洒向了哥谭，同时也洒向了这位黑暗骑士。布鲁斯找到了正确的办法，那便是希望的意义。疯人院的谜语人看着现场直播，就俩字：破防啊！运筹帷幄的审判呢？隔壁狱友明显就习惯了，那个人总喜欢坏别人的好事。有句话说的应景啊，昨天你高攀不起，今天却成狗不理啊。狱友表示，小丑竟在我隔壁，谜语人当场大爆破防啊。狱友马上安慰了他，也给他出了个谜语：什么东西拥有的越少就越珍贵？谜语人的答案是朋友。闻言，狱友笑得像个小丑，他心里答案真的如此吗？塞琳娜最后一次来到母亲的坟墓，她准备离开哥谭了。这个城市只会越来越糟糕，卡麦死后会有更多人来抢这块蛋糕，但蝙蝠侠已经准备好了，面对接下来的事儿，即便结局是死亡，他也会全力一搏。塞琳娜想让他和自己私奔，远离哥谭，过更好的生活。蝙蝠侠没有给出答案，而是望向了天空的蝙蝠灯，眼神中已经给出了答案。蝙蝠侠和猫女终究是异鬼殊途，两人从互相利用到各自复仇，再到并肩作战，直到现在分道扬镳。塞琳娜选择放弃哥谭，而布鲁斯会一直相信哥谭，这里有着他战斗的理由。全篇到这儿时间是真的长啊，恐成我最长的一期单批视频。如果不出意料的话，评论区或许已经有人开始喷了。新蝙蝠侠像是一个精致却又冷门的玩具，能够接受他的只是会喜欢他的，是永远不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。诺兰3部曲几乎是每个黑新蝙蝠侠写小作文的人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倘若外国人造出了高达，那我们就不能造了吗？只因为玉珠在前就放弃进步吗？不要站在楼顶嘲笑正在盖房的人，你又怎么知道未来他是否会比你高呢？喜欢贝尔和大本并没有错，但不应该把别人的设定带入到电影中。对于这种人，我建议你们联合请愿华纳，将奇异博士的版权买下来，众筹拍一部3边同框。并非说新蝙蝠侠不能差评，他就是不完美的，也有着吃包子第一口咬不到馅的感觉。咱们先往后啃着，总会有馅的。假如最后真的只是一个馒头，我将带头冲锋。但现在为了吹而吹，必不可取，时长有点干了，我们就不废话了。我是复仇，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